这是2024最猎奇的剧，尺度就连汉尼拔来了也要说一声牛逼，爱吃人的小伙伴一定不能错过。这天平静的小镇上突然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受害家庭是标准的中产阶级，夫妻2人都拥有体面稳定的工作，还生育有几个孩子，但一夜之间他们全家都被人用极其诡异的方式杀害。法医检测到丈夫生前被撒了盐和胡椒粉，还有茴香粒和辣椒粉，凶手把他的头切下来放进烤箱，190度大火烘烤2小时，精心烹调出外焦里嫩的效果。整颗头颅只选择最嫩的脸颊肉，如同牛排一般薄切，加上男人的内脏一起摆盘，配合某种特制酱汁，优雅，实在是太优雅了。但凶手跟汉尼拔不一样的是，他的精心烹调不是只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一个纣王爱好者。他的乐趣在于看着其他家人吃下丈夫的肉。在完成了这一经典杰作之后，他杀死了被绑在桌边的孩子和妻子。这一切都是在半夜发生，而凶手杀人的时候还在播放着某段古典音乐。邻居被吵得受不了，报了警。当然，等到警察赶到的时候，凶手已经离开。目睹了现场惨象的警察有不少因为场面太过恶心而不停地呕吐，就连当了多年刑警的女主洛伊斯看到这幅场景也是印象深刻。她推断作案者一定有相关经验，并且绝对不可能是初犯，因为这一起杀人案做得极其凶残，现场却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和证据，这么缜密一定是熟能生巧。可洛伊斯查遍了系统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案件。正当一众警局面对这起棘手的案件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奇怪的修女来到警局请求采访洛伊斯。她是一个基督教下辖报社的记者，兼具修女和记者2种身份。这份报纸主要负责一些怪诞的凶杀案和邪教相关新闻，所以在这一次修女听说了灭门惨案的事情，便找上来想要探听内情。洛伊斯用哽咽的声音复述完现场的惨状，以及孩子们和妻子离奇的死因。寻常人听到这里恐怕多少会有些心里不适，可修女却听得两眼放光，满脸兴奋。她甚至一下就猜出了洛伊斯没有告知的细节，比如现场凶手播放的曲目是安魂曲。 Yes, how did you know? It seemed to fit. 这种奇怪的反应何止不像是慈悲为怀的神职人员，甚至更像是天生反社会的罪犯。洛伊斯顿时毛骨悚然，忍不住伸手摸向抽屉里的配枪。他怀疑这起案件跟眼前的修女有关系，修女却娓娓道来自己的理由。他觉得安魂曲跟这个场景很合适，是因为那首曲子其实在哀悼作者莫扎特自己的死亡。这个理由听起来很合理，但我们先记一下，其实这是一处伏笔。这边全家灭门案还没有破，很快在洛伊斯的辖区内又发生了一起新的案件，一个黑帮分子的窝点遭遇强行入侵。洛伊斯本以为这只是常规的帮派火拼，但同事却面色凝重地劝他将案件上交给 FBI， 这点薪水不值得玩命。男警察这话事出有因，这一次案件比上一次还要诡异，两个帮派成员被完整的2等分，上身和下半身分别悬挂在墙上，像是在举行什么祭祀仪式。更加诡异是现场只有尸体，却没有留下一滴血液，反而残存着跟上一次案件相同的不明黑色液体。正当洛伊斯和男警察为这种惨状心惊肉跳的时候，一个闪神间修女如同幽灵般出现在他们身后。洛伊斯赶忙将人拉出凶案现场。 You know who comes to crime scenes? Most of the times it's the perp, and you can't. You're right. I'm sorry. I'm gone. 可洛伊斯转念一想，现在他们对接连2起诡异案件全无头绪，但修女似乎能够对上凶手的脑电波。上一次他轻而易举就猜出了现场凶手播放的曲目，没准这一次也能找出些线索，便松口让修女进去做笔记。当一个人工作上遇见问题，难免会向身边人寻求帮助，但洛伊斯的丈夫因为植物人早就不省人事。洛伊斯忍不住对着昏睡的丈夫絮叨着自己遇到的诡异案件以及女儿的情况。自从丈夫出事，他们的女儿就一直忍不住暴饮暴食，现在还想要上一个减肥节目成为明星。说着女儿的问题，洛伊斯忍不住不停地喝酒，短短几分钟内他就差不多要干光1瓶酒。从这一点来看，洛伊斯的酗酒问题其实也很严重，或许是喝醉了。她俯身爬上病床，趴在丈夫胸口，怀念着当初丈夫向她求婚的场景。那会儿她才刚从警校毕业，同一天收到了结婚戒指和警徽，从此那一天就成了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Something is happening, and 沉睡在床上的丈夫自然不可能回应她，但凶手似乎已经盯上了洛伊斯。他刚从医院回到家里，便发现家里疑似进了外人，举枪寻找一圈，竟然发现卧室里播放着凶案现场曾播放过的安魂曲。一道人影从窗外一闪而过，他追出屋子什么也没追到，只能冲着黑暗开出几枪作为威慑。次日，修女也再次找上洛伊斯，她对第2起凶杀案做出了自己的解读。那2个黑帮分子被2等分的场景明显在致敬圣经典故，基督死而复活之后，罪人跟随他，所以被恶魔砍成2半挂在了十字架上，等于说凶手是按照圣经里恶魔的行为在犯案。洛伊斯听得心情沉重，他对这种恐怖的行为已经有了一些抵触，并不想再继续负责这种诡异的案件。但问题是警局里除了他，没有人能够接手这么大的案子，而比起那些无能的家伙，反倒是这个奇怪的修女与他更加合拍。洛伊斯便将警局对现场的化验报告向洛伊斯和盘托出，他们在现场检测出作用不明的2氧化硫。修女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凶手在戏耍洛伊斯，因为硫磺在圣经中也是代表着诅咒。
Great. A religious psychopath. 案件无法理出头绪，洛伊斯的记忆又被拉回丈夫还没有出事的时候。那会儿丈夫就已经非常担心女儿的身体。 Insisted we confront this. He said your physical showed someone. You cannot throw it all away, Mary. Please. 丈夫希望女儿能够报一个减肥训练营，至少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女儿却指责他就是嫌弃自己胖，在羞辱她的外表。丈夫苦口婆心解释是为了她的健康着想，女儿却根本不接受这种解释，愤而离席，无法说动女儿。丈夫便将矛头对准洛伊斯，指责她酗酒愈发严重。但在洛伊斯看来，丈夫根本没有资格指责自己，因为她明明长期出轨。丈夫想抵赖，洛伊斯却报菜名一样，报出了丈夫跟情人幽会的各种汽车旅店的名字，铁证如山。丈夫只能跪倒在洛伊斯的面前，他将自己出轨的理由归结于洛伊斯酗酒。女儿暴饮暴食，家里让她感觉不到温暖。洛伊斯让她滚，最好下一次接到有关于她的消息是她死了。 I hope you don't regret those words when I do. 没想到这话真的一语成谶，丈夫变成了植物人，洛伊斯才感觉到自己对他依旧有感情。每一次来医院，洛伊斯都心情沉重，这一次他更是忍不住在走廊偷偷哭泣。没想到护士见到他哭得伤心，竟上前冷嘲热讽。 Why would you waste those crocodile tears outside his room? 这个护士负责照顾洛伊斯的丈夫，但她一直对洛伊斯有一种莫名的敌意。洛伊斯本来还不明白为什么，直到她再次返回病房，竟然看见护士在给植物人丈夫打手枪。洛伊斯一把扯开帘子，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in here? 护士被抓了个正着，却冷嘲热讽她是酗酒弄出精神病了才会有这种妄想。 Filthy mind do you actually think is happening here? You poor woman. You're really... 医院的事情已经弄得洛伊斯足够火大了，他只能将精力放到工作上。针对第一起案件的受害者是大学的放射医生这一点，他猜测凶手是在大学里认识了受害者一家，那么凶手的身份很有可能是受伤或者生病的学生之类的。但修女却对他的猜测嗤之以鼻，她将洛伊斯带到了自己的房间，这里居然有整整一面墙的案件相关资料。 These murder tableaus mean something profound. 修女认定凶手并非受害者一家的熟人，而是在受害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中他们一家。 To understand this monster, you must reach the ecstatic. 时间一转，修女照常参加教会的活动，向自己的顶头上司神父汇报最近报社的情况。神父对他所写的案件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些如同恶魔祭祀的案件让小镇人心惶惶，民众纷纷涌入教会寻求神的庇佑。不过比起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修女看出神父实际上是对犯罪心醉神迷。 Father, you're not a true crime fanatic, are you? Well, I know you are. 神父承认， The mechanics of this are so elaborate that a coordinated effort... 但其实修女也一样，他们两个都很喜欢犯罪案件。修女提议互相报出自己最喜欢的罪犯，神父喜欢的是一个名叫艾德的罪犯，他病态地爱着自己的母亲，在母亲死后想要扒别的女人的皮制作一件妈妈外衣，好让她爬进去继续感觉母亲的温暖。修女喜欢的是一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修女连环杀人犯，她骗外地人去修道院，然后杀害他们，在他们死前让他们签下捐献财产给修道院的文书，所以这个修女到死都过着富有的生活。 And still, the nuns in that monastery to this very day insist she's a saint.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晚上神父独处，或许是因为白天谈犯罪谈得太兴奋，他竟然忍不住自我抚慰。这种行为在崇尚禁欲的教会当然是禁止的，所以他爽完了便拿出鞭子。 If the wicked man deserved to be beaten, that the judge shall cause him to lie down and to be beaten before his face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his wickedness by number. 虽然看神父的表情，真的搞不懂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奖励还是在惩罚。而洛伊斯从之前案件现场发现了新的线索，那就是嫌犯血迹，嫌犯身份因此被锁定。此人多年前就是一个连环杀人犯，专门杀人卖器官，1年前才出狱。但一行人赶到嫌犯的住处，却发现这里也是一片狼藉。那个连环杀人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被关在地下室，两个人的姿势像是嫌犯刚从母亲胯下出生一样。他的母亲打扮也极度怪异，居然如同修女一样披着头巾。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母亲居然还活着。 Wake up! 而且他被抬出地下室的时候，嘴里还在不断念叨着圣经上的句子。看起来这个老太太估计也疯了。经过检查，这个连环杀人犯早就死了几周，凶手是故意杀了人之后，将留存的此人血液倒在案发现场，引来警方。为了嘲弄警方，他这一次还在现场留下了一张纸条，表明了自己的名字——怪诞。修女从怪诞这一系列宗教意味浓厚的举动中，猜测怪诞的身份应该跟宗教有关。 Someone in the clergy. Maybe not Christian, perhaps some odd offshoot, pagan or... 洛伊斯全无头绪，只能将现场发现的一个盒子带回家，让喜欢解密游戏的女儿看看能不能打开。可盒子还没打开，他又接到了新的案子，这一次是12个流浪汉被杀死，用钢管摆成了圣经里最经典的画面——最后的晚餐。目睹这一幕的众人都陷入了久久的沉默。接连4起案件都没破，神秘连环杀手怪诞的气焰愈发嚣张。当天马上创作了第5起杰作。洛伊斯接到电话是在深夜，这一天他原本喝了不少酒，可当他走进案发现场，瞬间酒醒了。案发现场放着狂躁的音乐，灯光闪烁，
怪诞将不同的女孩们一一肢解，再将她们不同的残肢缝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具极度怪诞又美丽的女性躯体。这具躯体的四肢、躯干乃至心脏都分别属于不同的人，头颅则是一个巨大的黑山羊头颅，在西方这代表着恶魔。怪诞还特意将这具躯体绑在钢管上，姿势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尸体脚下布满用来狂欢庆祝的不同颜色气球，简直就像是什么邪教祭祀的场景。而且这一次还是密室杀人案，现场的门窗反锁，怪诞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所有人都无法得知他究竟是怎么进入房间，又怎样离开的。男同事看着洛伊斯喝的走路都走不直了，劝他回家别管了。Reek of vodka, which is hard to do. Low. 但洛伊斯却非常生气，他不觉得自己醉了，或者说正是酒精才让他变得更加敏锐。从看见这具拼凑尸体的第一眼，他就已经猜出了构成这具杰作的受害女性身份，那就是小镇上的那些出卖皮肉为生的女孩。他和警局同事跟他们打过很多次交道，其中有女孩被皮条客殴打，向他们求助，但男同事反倒将女孩抓捕了，而其他女孩也跟他们或多或少有不同的交集。但现在居然只有他一个人认出了受害者是谁。洛伊斯感觉到一种莫大的讽刺。You would just as soon wait 3 days for the DNA to come back. 他要求下属马上去将妓女们1周内接触过的人和信息全部调查出来，从中找到具有嫌疑可能是连环杀人魔怪诞的对象。这种调查一定要快，因为现在怪诞很可能因为忙了一晚上累了，他们只要快一点就能抓住对方。警局并没有找到更多相关线索，洛伊斯只能找来修女一起商量案情。他推断这个连环杀人犯怪诞很可能是医生或者验尸官， Someone who knows anatomy and knows how to sew. 而且怪诞一定是认识洛伊斯，因为他所杀害的妓女都是洛伊斯熟悉并且帮助过的人。他明显在嘲弄并鄙夷洛伊斯。修女做了更多的分析。 He hates sex. It's filthy, steeped in sin. He's a cleaner. 洛伊斯觉得很有道理，但警局同事对一个外行在这里大放厥词不以为然。同一时间，修女耸动的报道也在教会内部产生了不小的风波。一群年老的教会高层要求神父出面干预，让修女停刊一段时间，不要再妖言惑众。这种报道简直让教会颜面扫地。可神父不止坚定支持修女，还即兴来了一段演讲。People flock toward you, and then everyone is trembling before the doors of the church. 他们不但不能停止报刊发行，还要加大力度。Because make no mistake, these murders are parables. They are. 主教被他说服，同意报刊继续报道这些恐怖的命案。毕竟报道损伤的只是教会颜面，却能真正让教堂满座，百姓蜂拥而至。恐惧就是宗教最好的手段，人只有恐惧了才会向神寻求帮助。为了让报刊的新闻变得更加大胆，更有冲击力，神父要求修女亲自将稿件送来供自己审阅。可神女来的时候，却发现神父刚洗完澡，全身上下只剩下一块浴巾。Mind closing that door, please? 修女哪见过这个，当时眼睛就看直了。但更让她喷鼻血的还在后面。神父居然递给她一块毛巾，要她帮助自己擦拭后背。修女定力不够，擦了2下就忍不住亲了上去。修女回过神来，抬头一看，神的画像正在看着她。她羞愧之下冲出了房间，如同中了魔一样在走廊里左摇右晃，挣扎抽搐倒地。而洛伊斯来到丈夫的病房，发现护士正在处理她丈夫背后长的褥疮。这一幕，丈夫褥疮的位置跟第1集一开始女主洛伊斯背后长了疮的位置非常相似。或许是某种巧合，或许并非巧合。虽然洛伊斯看多了尸体，但看见丈夫这么个活人身上长出散发着恶臭的脓疮，依旧被吓得不轻，一阵阵恶心。她想指责护士不负责任，护士却拿出一纸协议试图说服她。 Power of attorney over Marshall. You just can't do it, can you? Not like this. 护士威胁洛伊斯，如果他不签字，就向法院投诉他酗酒，以此剥夺他的行为能力，让他强制戒酒，丢掉工作。这样洛伊斯就无法继续再追查这个案件了。洛伊斯最在乎的就是工作，她为了工作忽视了家庭，忽视了丈夫，也忽视了女儿。这一次护士的威胁算是打蛇打七寸。洛伊斯双眼含泪，她没有答应，只是愤怒地起身离开。医院走廊上，她还是忍不住不断喝酒。忽然，她瞥见窗外盛开的繁花，便准备坐下来抽根烟。刚拿出烟，旁边的白人帅哥便帮她点上了烟。或许是因为酒意翻涌，她竟就这么和帅哥聊上了天。帅哥是医院的护工，长得帅人还好，不光称赞她长得漂亮，还主动要送她回家。洛伊斯拒绝了帅哥，坚持自己开车回家。结果因为醉驾在当地发生了车祸，再次醒来又回到了医院，还被戴上了手铐。幸好上司因为他出色的办案能力拼命保他，才让他没因为酒驾蹲局子丢工作。 So congratulations, you managed to do what countless bribers and politicos couldn't. You turned me dirty. 上司一走，洛伊斯便说服男护工帮自己打开了手铐。他看出护工似乎对他有些意思。 Can you help me get out of here? 护工简直是千依百顺，他竟然真的带着洛伊斯逃出医院，坐上一辆跑车一起逃离了医院。老公变成植物人有什么好处？好处大概就是多了一个可以倾吐烦恼的树洞。洛伊斯会将自己生活中所有无法对他人诉说的烦恼全都告诉自己的植物人老公。
人到中年，警局莫名其妙要引进一批机械警犬，那些东西显而易见不只是要替代普通警犬的岗位，还想替代警察的存在。但洛伊斯只能用嘴硬维持自己最后的自尊，心里比谁都清楚机械警犬很可能会让他失去工作。如果连他都中年失业，这个家又该让谁扛起来？ Marsh, lately the only thing that's holding me together is uppers. 以前老公在的时候还能支撑他，但现在守寡的日子，洛伊斯只能靠着药物和伏特加解愁。就连那个奇怪的宗教杀手怪诞也在嘲弄着他这个人到中年的女人。他甚至怀疑上帝已死，一切都让他绝望。但洛伊斯不知道的是，他这些心里话其实都被病房外偷听的护士全部收入耳中。她因此火冒三丈，觉得洛伊斯根本不该说这些丧气话，而应该对丈夫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支持。She's barking mad. We will have power of attorney. We will. 在某种角度上，修女与洛伊斯如出一辙。修女是上帝的新娘，可上帝不在人间，就跟洛伊斯的丈夫变成植物人一样，他们注定只能守一辈子活寡。在守活寡的寂寞生活里，如果正好遇上一个长得又帅又年轻的对象，很难说有修女能够把持住。自从上一次见过神父光裸的后背，只围着浴巾的样子，修女就控制不住往神父这里跑。神父今天刚好在骑单车，骑得浑身是汗，肌肉喷张。修女站在门边看得双眼发直，这直勾勾的视线被神父察觉到，可他一转头的功夫，修女又躲了起来。舍不得走的她偷窥着神父结束训练去洗澡，光着身子出来。这一次神父正好把她抓个正着，她急忙解释 I just wanted to review my recent reporting. 神父并未责怪她，反而言语挑逗。 Don't worry, it's all part of the process. The waiting. 他将她引入房间，主动关上了门，上前解开了她的扣子。 She's dying, and the bishops and the pope, they know this. 修女欲火焚身，一把扯下了神父浴巾。这个动作释放出了他们被压抑已久的本能与欲望。两个人如同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在十字架下偷尝禁果。无独有偶，越轨的不只有修女，还有洛伊斯。洛伊斯遇见男护工被诱惑， Let's do something. You mean like a date? Sure, we can call it that. 男护工却带着他去了戒酒协会。看出洛伊斯坐立难安，护工主动握住了他的手。离开戒酒协会，洛伊斯又忍不住去喝了一杯。这一次护工将自己最不堪的过去对他坦诚相告。他曾经一度落魄到要靠跳脱衣舞为生，他因此失去了自尊，所以他劝诫洛伊斯不要再继续放纵酗酒问题。这样下去，他迟早也会落到极其糟糕的田地。洛伊斯被他所感动，但回到家里却更加愧疚。他开始自责自己作为警察的无能，作为妻子的不忠，一直沉湎于酒精，什么都没做好。所以他给修女打去电话，想跟神父告解。 While my husband is dying, I'm starting an affair. 这一切都让洛伊斯感觉到绝望，就好像上帝已经离开。 And so what if he did, Lois? What if he's gone? 这一刻，告解室里站着的人不再像是圣洁的神父，而是一个魔鬼。洛伊斯对此没有丝毫察觉。他回到家里，女儿已经打开了那个从案发现场获得的盒子。这个盒子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里面装着一个地址。洛伊斯想叫上修女一起前往神秘地址，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的安全，所以他将男护工叫来家里陪着女儿。接着，洛伊斯便和修女踏上了去往这个神秘地址的路。一路上，窗外的景色仿佛蒙上了一层焦黄的滤镜。 I have to say, this trip feels like a fool's errand. The devil's trick. What do you mean? 在修女看来，怪诞故意留下地址，就像是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圈套在等着他们。但他们抵达怪诞留下的地点，却没有发现任何房屋、尸体之类的东西。这里只有一个巨大的火坑。修女又开始吟诵这是出自圣经哪一章哪一节的画面，但洛伊斯现在没有心情听这个。忽然，一辆皮卡车靠近，上面走来一个男人。他解释说，这是一处突然发现的天然气油田，他的职责就是劝离靠近的人，因为这个火坑非常危险。但说起这个火坑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他又嘟囔着这其实一点都不科学。因为天然气的泄漏，沿路一片末日景象。洛伊斯和修女回城的路被一辆自燃的大卡车阻断，他们只能绕远路。半路上，修女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哭着向洛伊斯坦白，她跟神父通奸了。洛伊斯只能尽力宽慰修女，修女却觉得这一切，从怪诞的杀戮到眼前地狱一般的景象，都是因为她的行为招来了天罚，是上帝为了惩罚她的罪行，或者说她的罪行也只是世人罪行的一部分。上帝因此对世人失望了。 Lois, have you ever committed this sin? Adultery? 洛伊斯正在犹豫该不该向修女坦白自己和男护工的事情，忽然修女一声尖叫，让他停车。因为前方妖异焦黄的大雾之中站着一个瘦弱的女性身影，那个女性颤抖着走上前，修女让她赶紧上车。但上车之后，他们才发现女人满脸是血，精神状态也很异常。
洛伊斯只能吓得一脚油门，生怕接着有什么奇怪可怕的东西追上来。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终于行驶出了燃气泄漏的路段，窗外的景色不再是焦黄一片，而是恢复成了正常的样子。缓过神来的洛伊斯和修女都开始为这个受伤的女孩担心。他们俩一个是神职人员，一个是警察，本来就是爱管闲事的职业，此时更是一个比一个关心女孩的情况。偏偏女孩三缄其口，既不肯承认自己被谁殴打，也不肯向二人求助，只说自己刚刚遭遇了一场车祸。唯一对洛伊斯的请求就是请求他在前方不远处的小旅馆稍微停一下，他要去旅馆洗漱。女孩自称名叫安德利亚，而一到旅馆，她便一眼认出站在旅馆外的男人是尼克。看来他对这个旅馆非常熟悉。洛伊斯只能看着女孩披着床单跑下车，既然人家不愿意接受帮助，他也不能勉强。不过刚好这里有个旅馆，他们可以稍作休整。修女的神经缓和下来，她回想这一天发生的一切都极为怪诞，好像那个焦黄的雾气里有什么致幻剂一样。但对于洛伊斯来说，他并不觉得使出那片焦黄的雾气就代表怪诞的一切结束了。这个小旅馆虽然看着平平无奇，可它的游泳池里水居然是紫色的。旅馆的漂亮女老板连忙解释，这只是因为火灾灰烬和池水中的消毒剂发生了化学反应而已。洛伊斯却发现女老板脸上的奇怪之处，她给自己涂了一层过于厚重苍白的粉底，但即使这么厚的粉底也无法完全遮盖住隐隐透露出青色。很明显，女老板也跟安德利亚一样遭到了暴力殴打。Nick? No, he's okay. 女老板听见尼克的名字便慌忙否认，可见过被家暴的人便知道他的神态已经给出了答案。这种否认不过是因为他害怕尼克。洛伊斯想要帮助女老板，提议如果女老板害怕尼克，他们可以换个安全的地方聊，但女老板却跟安德利亚一样拒绝了他的帮助。洛伊斯只好转身离开，他觉得这个小旅馆处处都透露着怪异。修女得知情况后更加担心安德利亚，马上想去厕所看看，但打开厕所，里面除了一堆沾了血的毛巾，哪里还有人影？两个人跟着厕所里留下的血脚印一路寻找，依旧没有找到安德利亚的踪影。洛伊斯觉得这一切实在太过于怪异，修女同样觉得怪异，但两个人面对迫在眉睫的压力反应却截然不同。修女选择跪下向上帝祈祷，祈求神的保佑，而洛伊斯开始满口脏话骂人，一边骂一边拿出包里的枪。毕竟比起虚无缥缈的神，他更相信手里的真理。这一次他一共带了2把手枪，1把步枪。按理来说，有了这3支枪足够保护他们2个人的安全，但现在没有开枪的对象，洛伊斯只能打开电视想看点肥皂剧换换心情，冷静一下。眼见电视里也全都是让人烦心的新闻，洛伊斯关掉电视，拿出手机，没想到一看手机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出来才这么1天的时间，手机里一堆医院的未接电话，他回拨电话便又是护士那个讨人厌的声音，冰冷的拿着医院床铺紧张，威胁她转让丈夫的监护权，要不然就给丈夫转院让出床位。洛伊斯焦头烂额得跟护士交涉。修女在此时却忽然发现门外好像有人在监视他们，没等她看仔细，远处又传来撞车的声音。她刚跑过去想要帮助车祸的人，身后又传来女人的惨叫。那个尼克在泳池里光天化日的对旅馆女老板施暴。修女只能回去找洛伊斯，想让他出面，可洛伊斯还在打那个该死的电话，甚至打的手机都没电了。他对修女的求助漠不关心，只想向旅馆要个电话继续打，哪怕看见旅馆女老板脸上多出的乌青他也不是很在意。问题是拿起旅馆的电话，他才发现旅馆的电话没信号。正当洛伊斯拿着电话听筒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枪响，洛伊斯本能蹲下身，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去，打烂了柜台上的水晶球。坏了，这波是冲着他来的。洛伊斯马上回房间，拿起步枪上子弹，将修女拽进厕所。厕所是一个密闭空间，子弹很难打进来，他们只要等到晚上对方视野受限再逃走就行了。可修女一听门外传来安德利亚的哭声，便不顾洛伊斯的制止，非要出去帮忙。此时门外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尼克拿着枪对准了安德利亚，女老板苦苦哀求尼克不要开枪。洛伊斯看到这种场景，作为警察的正义本能占据了上风。正当三方对峙的时候，忽然一辆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来一个蒙面男人，他无视警告，在尼克和洛伊斯的子弹下闲庭胜步走到安德利亚面前，扛起安德利亚就走。洛伊斯想要回房间换枪，但修女却冲了上去想要救安德利亚，结果修女被蒙面人一枪打在了胸口。幸好救护及时，修女捡回了一条命，但依然因为枪伤昏迷不醒。洛伊斯本就对修女充满愧疚，而前来探望修女的神父更是将所有怒火倾泻在了洛伊斯身上。他认定怪诞是冲着洛伊斯来的，修女只是做了洛伊斯的替罪羊。
You used her for bait. Wingman and bait. 到这里是可以理解，但接下来神父有一句很奇怪的台词。And you have no idea who this is. You have no idea who's lying in this bed. 洛伊斯被神父说得哑口无言，只能离开病房去寻找怪诞的相关线索。同事给了他一份名单，上面是被他亲手送进监狱、对他怀有深仇大恨的犯人，其中有一个被判处终生监禁的女犯人，在案发时刚好出狱。Glorious got out? She was released 2 months ago. How come no one told me? 虽然找到了一个可疑的对象，但洛伊斯没有急着查案，而是在家喝了个大醉。他醉倒躺在卧室地板上呼呼大睡。一通电话给他带来了新的噩耗，前面几起案子都还没有告破，新的案件又来了。这一次怪诞绑架了几个孕妇，他给这些孕妇做了剖腹产，但只管剖腹取出婴儿，却不管缝合，所以几个孕妇就这么被开膛破肚，血液流干死亡。现场一片狼藉，诡异无比。怪诞用产妇的鲜血在墙壁上写下了一句无比瘆人的标语，让死人去埋葬死人。更坏的消息是，男同事告知洛伊斯，因为他们迟迟未能破案，上级部门和民众都非常不满，要求将怪诞的案件移交给 FBI。 他们这些人可能会因为这起案件中的无能表现被迫退休，但洛伊斯还想最后做点什么。男同事劝他不如放弃，毕竟怪诞是冲着他来的。 Maybe if you're not on the case, he won't kill anybody else. Jack, are you fucking delusional? 洛伊斯无法接受放弃自己手里的案件，他也不认为如果自己就此放手，怪诞便也会一样停手不再杀人。此时他手下一个年轻的巡警给了新的线索。巡警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小女孩报警声称自己的母亲被强行闯入的男人劫持，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但更加糟糕的是小女孩的母亲还怀有身孕。很明显，如果他们再不行动，那个女孩的母亲便会成为怪诞剖腹产的受害者。可问题是，洛伊斯想要询问强行闯入的男人特征，女孩却一问就哭说不出来。洛伊斯根本没有任何线索。这时又来了报警，有人在果园旁发现了一辆车，车里一片狼藉，全都是沾了血的毛巾，看起来有人在这里分娩过。洛伊斯来到现场，发现一个形容干枯的老太太在果园里抱着婴儿，她的状态看起来很怪异，那个婴儿更怪异，这孩子居然是被报纸包着的，浑身都是血，看起来好像才出生。问题是，一个老太太怎么可能分娩婴儿呢？她没有这个功能了呀。洛伊斯带着一肚子疑惑，小心翼翼走上前抱过婴儿，老太太却忽然怪叫起来。为了搞清楚这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小孩是不是她生的，洛伊斯将孩子和老太太一起送去了医院。种种检测结果表明，这并不是一个老蚌生珠的医学奇迹。 She didn't give birth today. 但老太太非说孩子是自己生的，虽然她都80了。圣经故事里人家撒拉90岁都能生，同样是圣经里还有66岁生孩子的，这80岁生孩子多荣耀啊！你小年轻根本不懂。洛伊斯听他一口一个荣耀的，觉得这老太太不是神经病就是邪教徒。老太太接下来的话加深了后一种可能性。Sometimes newborns are used in glorious ceremonies. 至于镇子上的邪恶，不就是那些恐怖血案吗？他们一边制造血案，一边献祭婴儿对抗邪恶，你就说这合理吗？老太太继续话锋一转，说自己今天被洛伊斯遇见，可能是有人想要吸引她的注意力。可她接下来又开始胡言乱语。What makes you imagine this is not all just some glorious dream you were in? 什么？它代表的是洛伊斯本身，婴儿也是洛伊斯本身，他们可能都只是洛伊斯的幻觉。幻觉？我看你是想进精神病院了。洛伊斯让医生把老太太送去精神病房，加大药量。老太太一听，马上崩溃地抱住脑袋，声称自己什么都没做错，做错事的是洛伊斯。这时，洛伊斯的同事给了新的线索，他们调查了老太太的背景，发现她跟皮条客格洛里斯关系匪浅，而格洛里斯曾经被洛伊斯亲手送进监狱。这一下，一切都串起来了。洛伊斯瞬间明白，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都是格洛里斯为了报复他在搞鬼。于是他带着一个年轻警员，穿着防弹衣，亲自去找格洛里斯谈判。格洛里斯对他的态度绝对称不上友好，因为洛伊斯上一次把他送进去判的是无期徒刑。至于他为什么能急速出狱，当然不是因为他是个良民。格洛里斯是个复合型人才，身上背着贩卖人口、逼迫年轻女性卖淫吸毒、出售毒品等等多项重罪指控。但这一次他成为了警方的线人，帮助国际刑警打掉了一个跨国人口贩卖集团。因为线人保护条约，他得以洗白出狱。而洛伊斯虽然曾经2次抓捕格洛里斯，但也救过1次他的命。那一次格洛里斯吸食毒品过量，被洛伊斯送进了医院。因为这层关系，虽然格洛里斯对洛伊斯态度称不上友好，却很诚实地承认了老太太就是他派去吸引洛伊斯注意力的，婴儿也是他原本准备卖出去的，都拿来做人情送给洛伊斯了。至于镇子上怪诞创造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并非他的手笔，他只是想给洛伊斯一点线索。但洛伊斯根本无法相信一个瘾君子、毒贩、皮条客、人贩子的话，尤其此时格洛里斯的小弟还拿着枪在门外和窗户外对着他探头探脑。 Glorious, what do you say we finish conversating at the station?
格洛里斯当然不会同意。在他的地盘上，洛伊斯害怕，难道他去洛伊斯的地盘就不会害怕了吗？双方争执不下，门外的小弟直接开了枪。一番枪战过后，洛伊斯成功抓捕格洛里斯，格洛里斯顿时坦诚很多。You are being toyed with by a false prophet. 而那个老太太就是这个假先知的信徒之一，所以格洛里斯才会将她派去给洛伊斯提个醒。原来人贩子真的是一片好心啊！洛伊斯把好心的人贩子送进监狱，回到家里再次复盘案件。忽然一个电话打来，电话那边的人就是不说话。洛伊斯已经猜出了对方的身份。I'm not afraid, asshole. I'm not afraid of dying. 对方沉默地挂了电话，洛伊斯却忽然感觉到窗外有人在窥视，他抬头看去，闪光灯瞬间照亮了他的双眼。玩偷拍是吧？你小子真变态啊！洛伊斯抄起枪就追了出去，可门外突然闪现一个护士，护士拿着酒声称要跟他谈和。这一次护士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他大龄未婚，能够跟他作伴的只有宠物猫，因为孤独寂寞，所以护士报名了洛伊斯丈夫的哲学课。她对洛伊斯的丈夫深深着迷，两个人在课后约会。洛伊斯的丈夫向她展现出极具反差的脆弱，这份脆弱是因为不幸的婚姻。 This time he cried. That broke my heart. All I wanted was to take his pain away. 护士原本想替洛伊斯丈夫解决掉这桩不幸的婚姻，带着大老黑去英国生活，但大老黑死活不愿意。后来大老黑就成植物人，护士的天也塌了。 But you didn't even value, but to me, it was everything. 洛伊斯听着小三哭的梨花带雨，指责自己。他贴心地伸出手握住了护士的手，安慰她别伤心了。Holding a pistol to my face. Oh. 洛伊斯笑了。 You spoke too soon. 真是臭不要脸啊！这个死小三。解决完小三，次日洛伊斯去探望了老太太。这一次老太太告诉洛伊斯，假先知会给信徒洗脑，因为那些女人都是未婚先孕的单亲妈妈，或者出卖皮肉过活的浪荡女，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她们生下孩子之后便会将孩子送给教会，或者抛弃，自己又去站街。所以夺走这些女人的孩子就是在做好事。 Choices condemned those children to death. We had to save them. 假先知保证会让孩子们去优雅美好的家庭，但他又跟格洛里斯这种人贩子合作卖孩子，这让老太太这个原本的追随者幡然醒悟，什么对孩子好都只是假先知的谎言。他警告洛伊斯，之前怪诞特意留下的火坑地址表明他对洛伊斯非常看重。 Nothing. No. If he wanted you dead, you would be dead. He has bigger plans for you. 假先知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感染洛伊斯，让他也被蛊惑，成为假先知的殉道者。洛伊斯只想知道那些被绑架的女性和孩子在哪里。这一次老太太没有在卖关子，而是给了他一个地址。洛伊斯马上安排了一队特警荷枪实弹去看看情况。这里看起来是一个密闭的厂房，但打开门之后，里面的情况让所有人瞠目结舌。虽然这一次没有重口味的尸体，但情况比满地尸体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还在孕期甚至妊娠期的女性被绑起来，跟奶牛一样上了吸奶器，奶水源源不绝被挤奶，抽出奶水喂养下面的婴儿。这居然是一个全自动的人肉产奶工厂。洛伊斯独自走向厂房的深处，发现一整面墙都挂满了偷拍自己的照片，其中包括昨天晚上从窗外偷拍的照片。玩的是真变态啊，这个怪诞！下一秒，一个蒙面黑衣人持刀抵住了洛伊斯的脖子，洛伊斯却瞬间挣脱对方的控制，回身打出一枪。人中枪了就会死，哪怕怪诞也是一样。洛伊斯蹲下身揭开了这个神秘杀手的面罩，结果不算太令人意外，那个犯下了一系列骇人听闻凶杀案的怪诞，就是教会里看起来人模狗样的神父。至此，这一连串的凶杀案总算告一段落，但生活却给了洛伊斯一次重击。他回到家里，得知自己出差这几天时间里，女儿和男护工两情相悦，确定了恋人关系。他一开始还能压抑住怒火，但几杯酒下肚，他索性坦白自己跟艾迪有过一次约会，甚至他还给艾迪口过。这当然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洛伊斯觉得还不够，竟然当众开始对女儿进行身材羞辱。 Do you enjoy lifting her folds, the acres of flesh? 三个人吵了起来，洛伊斯直接摔了杯子离开。接连得知老公出轨护士，艾迪和女儿在一起，这对洛伊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她无法惩罚艾迪，便惩罚丈夫。现在丈夫已经是植物人，连吵架的机会都没有留给她，她便去医生办公室要求给丈夫拔管，还点名要护士亲自来负责拔管。这种行为不光惩罚了护士丈夫，甚至在不通知女儿的情况下夺走了她最后见一面父亲的机会。对于洛伊斯来说是一箭双雕。果然，护士得知消息便崩溃了，但也只能照做。洛伊斯像个胜利者一样为丈夫宣读着圣经，看着护士给丈夫拔管，丈夫的心跳随着仪器撤下而停止。她得意地将圣经丢在丈夫身上，举起了酒杯。Lover of poetry, liar, and cheat. R.I.P. 喝下这最后一杯酒，洛伊斯便扬长而去。虽然解决掉了怪诞，但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结案。在搜查神父的住处时，洛伊斯发现了诸多证据，其中最恐怖的就是一本写满凶杀案细节、
甚至画出凶杀案现场草图的笔记。但更让洛伊斯感觉到奇怪的是，这本全是凶杀案细节的笔记里，居然有一张建议放弃治疗的诊断书。可诊断书上不是 his， 而是 her。很明显，这张诊断书并不是丈夫的。他看了许久也搞不明白这张诊断书究竟是谁的，只能暂时将此放下。另一边的修女从医院苏醒，她的一系列报道大获成功。由于案件太过于凶残，引发群众恐惧，群众一恐惧便会一窝蜂跑到教堂寻求心灵上的宁静与神的庇佑。教会高层对此非常满意，他们甚至将神父的死亡视为耶稣主动上十字架，以自己的牺牲唤醒民众。为了能够吸引更多教徒，教会不只批准修女的报道继续写下去，还要大写特写。修女因此得到升职，甚至还能跟高层提条件。 I take over as editor and publisher. I get 3 new writers, my hires, and final approval of everything published. 从此，修女获得了报纸的自主权，她对此非常满意。而洛伊斯也因为破获怪诞案得到了警局同事们的热烈庆祝。热闹的庆祝派对没有结束，顶头上司便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他一直以来的担心成真了。警局要引进机械警犬，便不那么需要警察。为了节省成本，警局要裁员，而洛伊斯也在裁员名单上。当然，由于他过往的出色表现，所以他可以提前退休，得到每年$146,000的退休金。 The world is changing. Wake up, Lois. Wake up. 修女找到洛伊斯庆祝自己的成功，但洛伊斯却没有耐心再陪她演下去了。Inside, when I think about it, it's kind of a theatrical act. 修女总是什么都知道，总是领先一步，这是因为她根本就是神父的帮凶。洛伊斯的想法不是空穴来风，他在修女家里见过一整面墙的案件相关内容，上面有不少他借给修女的叔父印下来的图像，但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了神父家里。随着洛伊斯的话，修女的脸色逐渐变得恐怖，她拿起刀袭击了洛伊斯，两个人从厨房一路扭打，而画面一转，回到现实世界。没错，现实世界，原来之前的一切不过是洛伊斯的梦。现实世界里，男护工和女儿竟然结婚了，女儿有2个博士学位，但偏偏爱上了流浪汉白男帅哥。可这个帅哥居然出轨，他想离婚。原本父亲想劝和，可女儿的下一句话堵住了他所有的劝和。He has been fucking mom for the last 2 years. 失魂落魄的丈夫走出餐厅，来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就是洛伊斯。从这里可以看到照顾洛伊斯的护士，跟她梦境里那个被怪诞杀害的贩卖人体器官的杀人犯的母亲长得一模一样。而丈夫自从洛伊斯变成植物人之后，便每天来探望她，给她带花。但从女儿那里得知的消息，让他怀疑自己这么做是一厢情愿。Any love we had between us died the day you wrapped your legs around your son-in-law. 现在他只希望医生的判断是错的。洛伊斯并不是真的脑死亡了，在这具平静的躯壳之下还有意识残留，这样他便会因为即将死亡而恐惧。丈夫将洛伊斯床头的花丢进垃圾桶，起身去了医生的办公室，申请给洛伊斯拔管并捐献遗体。他连洛伊斯的骨灰都不想要，难怪洛伊斯梦里案件一开始，怪诞会在杀害一家人时候最先杀害丈夫，让妻子和孩子吃下丈夫的肉，还在现场播放安魂曲。怪诞就是她的潜意识，她始终对丈夫存在怨恨。那首安魂曲其实在预言她，或者说哀悼自己的死亡。要说洛伊斯为什么会对丈夫在潜意识心存怨恨，那自然是有原因的。其实丈夫早就婚内不忠，长期出轨，他现实里的情人热辣妖娆，长得跟洛伊斯梦里的护士一模一样。丈夫给情人租了房子，情人依旧每天进行擦边直播。洛伊斯梦里怪诞会对妓女、轻浮女人如此憎恨，大概由此而来。听完丈夫的诉苦，情人忍不住嘲弄起这个伪善的男人。 Oh, so what? Cheating's only okay when you do it? 至少情人觉得洛伊斯罪不至死。 The hypocrisy of you being mad about cheating. Lois deserves to die. 警察局局长居然就是洛伊斯梦里的修女。局长此时正在为一起案件头疼，男下属告知他2个坏消息：洛伊斯曾经负责的一起案件中，受害者家属要对他们提告，因为案件受害者安德利亚当时被男友家暴，向洛伊斯求助。如果洛伊斯更加负责，家属觉得安德利亚就不会死。可局长觉得洛伊斯没错，当时是安德利亚自己既不分手，也不肯申请限制令。男同事紧接着告知了局长第2个坏消息，那就是洛伊斯即将被拔管。虽然过去洛伊斯和局长在工作上有诸多分歧，但到了这种时候，死者为大，局长还是想去见洛伊斯最后一面。安乐死这天，负责洛伊斯的主治医师居然是他梦里的变态神父。洛伊斯的丈夫以洛伊斯最讨厌局长为由将他拦在门外。接着女婿出现了，这更让丈夫火冒三丈，他绝对不允许这个背叛了女儿、给他戴上绿帽子的家伙去见洛伊斯最后一面。 No, I'm not going until I see Lois. You ain't seeing her.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还是洛伊斯的女儿看不下去，她虽然恨前夫背叛了自己，但还是想最后一程让洛伊斯体面得接受局长和女婿的告别离开。丈夫却命令医生赶紧一针给洛伊斯安乐了。父女2个在病房里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局长和女婿不能进来，但女儿可以在最后时刻为洛伊斯播放她喜欢的歌曲。 I see death merely as a tool. It's freedom from pain. 这一开口，医生的变态味又来了。
难怪洛伊斯会在梦里把他设定成变态杀人狂。在幻境中，修女说出了神父刚说完的台词，对着洛伊斯一顿狂揍，捡起地上的枪准备了结他，但洛伊斯却伸手拽倒了修女，抢过枪打烂了修女的头。随着修女的死亡，现实里洛伊斯回光返照，瞬间恢复心跳，睁开了双眼。要说洛伊斯为什么能够在最后关头醒来，就不得不提起一个医生，并非他的主治医生，而是一个专攻梦境的医疗团队。其中领头的医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发现，洛伊斯虽然是植物人状态，但他依旧存在意识，或者说洛伊斯的意识此时被困在梦境中，才导致了植物人的状态。医生用高科技观察了洛伊斯的梦境，这让他觉得非常有趣，所以他私下找到洛伊斯的女儿，向他征求作为监护人的同意。当然，为了解释清楚洛伊斯现在的情况，医生将洛伊斯的梦境完全告知了他的女儿，尤其是他女儿在洛伊斯梦境中的定位和角色。在梦境里，洛伊斯的女儿闭门不出，每天不停吃东西，肥胖无能又邋遢，梦想着上一档减肥节目。但现实里，洛伊斯的女儿非常出色，她有2个博士学位，在大学当讲师，不止自食其力，甚至可以说体面又优渥。因此女儿在听见自己在母亲梦境中的形象时非常难过，但她依旧同意了医生唤醒洛伊斯的计划。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女儿已经是洛伊斯在现实世界里对她最为宽容的人了。不同于女儿，洛伊斯的丈夫虽然经常去探望洛伊斯，还给洛伊斯带花，这些看起来温馨的举动都是做给护士和外人看的。实际上每一次洛伊斯的丈夫都会在她耳边小声低语恶毒的诅咒。更糟糕的是，这一切洛伊斯听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洛伊斯苏醒过来后依旧清晰地记住了。这下丈夫明白自己绝对不会得到洛伊斯的原谅，只能离婚收场。医生不止去见了洛伊斯的女儿，还去见了洛伊斯梦境中的修女，现实里的局长。他告知了对方在洛伊斯梦境中的身份，询问洛伊斯和局长之间关系。在局长看来，他跟洛伊斯并非敌对关系。一开始他是洛伊斯的后辈，得到过洛伊斯很多帮助，但后来他们之间产生分歧。洛伊斯年纪大了，他向洛伊斯告知了他必须退休的消息，这可能是洛伊斯怨恨他的原因。医生听完这些若有所思，而局长结束了谈话后便独自回家。没想到家里他的男朋友已经在等着他，一张嘴就是命令他给自己热饭。这个男人赫然就是洛伊斯梦境中那个殴打旅馆女老板的尼克。现实里尼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居然家暴局长。局长愤怒地拿出了手枪，却不忍心扣下扳机，只能将热饭砸在尼克脸上，离开家去旅馆避一避。而他所选择的旅馆便是洛伊斯梦境中遇见尼克的旅馆。旅馆的泳池同样是一池紫色的水，这似乎在预示着一切将会如同梦境一样发展下去。难道说这又是洛伊斯的一场梦中梦？洛伊斯从睡梦中醒来，却没有准备好接受现实的一切。他如果想要出院，就必须跟医生面谈，当然是唤醒他的医生。医生一步步分析了洛伊斯的梦，他梦中的女儿在家里每天吃东西，无所事事，肥胖无能，这折射出洛伊斯的恐惧。他在现实里作为警察看到过太多肥胖症患者，胖到无法出门，最后这种家里把自己吃死了，想要运尸体出去都得上塔吊。这种恐惧折射进梦境，塑造了女儿的形象。梦境中安德利亚被家暴，洛伊斯漠不关心，最后导致安德利亚被怪诞抓走。现实里安德利亚因为家暴报警求助，洛伊斯消极怠工，导致安德利亚最后被男友打死。洛伊斯因此始终对安德利亚心存愧疚。这起案件之后，他决心戒掉酒瘾，但一个酗酒成性的人想要恢复正常生活并不容易，这需要身边人的支持。那时女婿向他伸出援手，陪他去戒酒互助会。他在这个过程里对女婿渐渐生出好感，最后踏过道德红线，做出了无可挽回的事情。梦境中洛伊斯对女婿产生好感也是起源于一次约会。那次约会他们去了戒酒互助会，女婿的身份是护工，是支持他的人，潜意识为了美化通奸行为，甚至是让他先认识的女婿。现实里他背叛了女儿跟女婿通奸，梦境中却是女儿背叛了他，跟他的约会对象在一起，这只是为了让他好受。曾经的后辈成为了顶头上司，夺走他的位置，还让他退休。而主治医生，一个本该帮助她的人，却跟丈夫一起策划她的死亡。他们两个，一个夺走她的工作，一个夺走她的生命。所以在梦里，局长和主治医师变成了一对奸夫淫妇、变态杀人狂。梦里唯一的好人就是帮助他破案的老太太。现实里，老太太是他的管家。他认识老太太是因为老太太抗议堕胎合法，大喊保护生命的口号。洛伊斯其实从心底里认同这种观点，所以梦境中老太太跟现实里一样，跟他站在同一阵营，帮助他破案。跟医生谈完，洛伊斯心情无比复杂，但至少他能够出院了。医院外只有局长来接他。洛伊斯心里清楚，他走到这种众叛亲离的地步，一半是因为他做过的事情，一半是因为医生跟他周围的人一一谈过，他们由此得知他的梦境，因而更加厌恶他。局长知道自己在洛伊斯梦里形象有多么不堪，但还是表明态度，他们并非敌人。 I'm not your enemy. I have only respect for you. 但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
3句话没过又吵了起来，这是他们一贯的相处模式。即将下车，洛伊斯却又忍不住态度软和下来，劝了局长一句。梦里的修女被附身了，口吐白沫，脸上有淤青。在他看来，现在局长也跟鬼附身一样被人操纵，脸上还有淤青。 Let me be clear, baby girl. You are being possessed. Break free while you can. 显然，尼克家暴局长已经不是第一次，局长忍受家暴也不是第一次。洛伊斯心知肚明才会劝他离开。对别人的困境，洛伊斯看得很清楚，但对于自己的困境，洛伊斯却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人总是难以面对自己的问题。洛伊斯知道，想要新的生活就必须面对，所以他第2天便让管家老太太开车送自己去女儿家。这是洛伊斯苏醒后第一次和女儿见面，但女儿对他的态度还不如洛伊斯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的态度好，这也很正常。那会儿人快死了，满心都是死者为大，有个活的妈妈总比死妈妈好。可人真活过来，好好的站在面前，女儿再次想到的都是洛伊斯的不好，想到他做出了多么无耻的事情背叛自己。洛伊斯试图为自己辩解。 Life when your father had basically abandoned was not about sex. 女儿看他还在狡辩，气得给了他一耳光。说实话，女儿其实并不太在乎母亲出轨，但一般人出轨都会找跟自己生活没交集的陌生人，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主意打到子女配偶身上。但洛伊斯实在是太过分了，女儿觉得洛伊斯是见多了精神变态杀手，他也被传染的变态了，连什么是道德都不知道了。亲妈给自己戴绿帽子，这可是比丈夫出轨更大的打击，更严重的背叛。 And I wake up every day, stunned by it. 洛伊斯无力辩驳，或者说他明白继续说什么都只是狡辩，唯一能做的只有流着泪离开了女儿的家。洛伊斯拜访完女儿，接着去拜访了丈夫和小三的住所。这一次，她坦诚自己的确不爱丈夫了，因为丈夫在女儿面对体重问题的时候，只有指责和攻击，丈夫马上又开始咒骂。 In 1 year, it's biblical. It was a curse. 但洛伊斯觉得正是如此，女儿才需要他们的爱和帮助。如果家人不能互相支持，就毫无意义。丈夫显然没有做到，所以她无法再爱丈夫。丈夫马上以洛伊斯背叛女儿，跟女婿上床作为攻击口，在伤害女儿这一点上，他们2个里明明是洛伊斯做得更加过分。洛伊斯承认自己的确做错了，并永远会为此而感到歉意。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她和丈夫之间已经没有爱情，只剩下恨意，也就没有继续走下去的必要了。说着，洛伊斯拿出了离婚协议。 You can have whatever you want. The Danish china, the silverware, all of it. Anything, take it. 洛伊斯可以什么都不要，因为他已经准备好搬走去佛罗里达居住。 Did want you to die. You bet. It would have been a fucking mercy to both of us. The 洛伊斯没有争辩什么，只是平静离开。在搬走之前，他还要再见女儿一面。这一次一开门，他便向女儿表明，他过去一直在支持女儿，无论是女儿体重飙升，还是陷入邪教、谈糟糕的男朋友，每一次都是洛伊斯包容女儿，支持女儿。他做的事的确不对，但女儿就不能包容他一次吗？现在他就要走了。 女儿依旧不愿意原谅洛伊斯，这让洛伊斯顿时生气了。他抬手就给了女儿一记耳光，算是报了上一次的仇。打完他马上又表示，如果女儿愿意，可以来佛罗里达找他。他现在唯一想要维系下去的只有和女儿的关系。这一次，洛伊斯觉得自己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最后只剩下再去看一次医生，彻底为这段过去画下句号。心理医生依旧对洛伊斯的梦境非常感兴趣。对于他来说，洛伊斯是十分罕见又难得的那种病例。不止心理医生一个人在研究洛伊斯，试图破解洛伊斯的梦境所折射出的种种情感与原理。其实，心理医生背后还有一个团队同样对洛伊斯感兴趣。这一次，心理医生将自己一个十分出色的同僚引荐给洛伊斯，但对方一出现便惊住了洛伊斯，因为这个心理专家竟然跟霍金一样萎靡在轮椅上，靠着电动轮椅行动，靠手指点触电脑发出声音，我们就管他叫小霍金吧。小霍金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询问洛伊斯梦境中的凶杀案和过去他处理过的案件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洛伊斯自己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洛伊斯试着对自己的梦境进行分析，他第一个想到的案件就是那起女人被绑架关起来挤奶喂养婴儿。这个案件可能折射出他对现实世界里女性已经被母质绑架的恐惧。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结婚，怎么平衡好生活和家庭，这并不公平。女性作为人本身追求的目标梦想被忽略，好像她们是女性就必须当妈妈，必须因为要当好妈妈而牺牲。洛伊斯自己是一个出色的警察，也同样被困在这个怪圈里。她作为母亲一直在原谅和照顾女儿，但最后她自己的状况恶化，无人关心，以至于得到女婿一点关心就做了错事。尤其洛伊斯之所以会变成植物人陷入昏迷，就是因为他冒着感染新冠的风险去参加了一场女性主义集会，然后成功感染新冠，重症到成了植物人。对于洛伊斯来说，女性主义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并且他愿意为此付出生命，那么他会对这种现象产生恐惧，继而潜意识塑造出这么一起案件便是可以理解的了。至于其他的变态案件，洛伊斯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医生给出了一种可能，
最近学术界有一个新发现，由于信息技术的发达，网络和媒体的冲击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发减少，所以人类普遍变得更加冷漠。更可怕的是，这种冷漠对人体产生了大脑影响。Is showing our mirror neurons changing markedly. 这可能是一次物种退化。医生觉得洛伊斯的梦就跟预言一样，是未来现实里会发生的事情。他甚至称赞他跟圣经里著名的预言家摩西一样敏锐。Like Moses, a prophet, as it were. 洛伊斯经历过噩梦中那个变态神父早就对宗教骂了，听见医生的话很敏锐地察觉到不对。作为一个心理医生，小霍金怎么张口就是圣经人物。另一个医生面对洛伊斯的质问，马上神色有些不自然地岔开话题，询问洛伊斯接下来对生活有什么安排。洛伊斯觉得自己之前生活方式隔开了所有人，现在他准备打开心扉，重新面对世界，重新去爱，去拥抱，当然还要搬个家。医生提醒他保持联络，这时小霍金忽然叫住了他。 Your soul touches me. 洛伊斯回到家里，却发现家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客人，她丈夫的情人居然主动上门探望。这一次不是来示威的，她一开口居然是不想要洛伊斯的丈夫，因为小三希望只是偶尔和大老黑在一起，而不是成天跟保姆一样伺候大老黑。洛伊斯明白对方只是同情她，才会说这种话。这一次她没有跟梦里一样掏枪，而是表示自己不会退货。丈夫的情人实在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当初她看着洛伊斯的丈夫处于低谷，伤心又可怜，便想要拯救这个大老黑。现在看着洛伊斯孤零零要去外地，居然也提出她很喜欢那个地方，想跟洛伊斯一起去。洛伊斯看出这个女人根本不是喜欢丈夫，当然也不是喜欢他，她只是享受作为拯救者去拯救一个人的感觉。洛伊斯清醒地劝她去交点真正的朋友，别总是这样下去了。 Send me a postcard from somewhere. 但洛伊斯幸福的退休生活还没开始，就被一个电话叫去了案发现场。原因很简单，这一次是一个全家灭门案，而且案件跟他梦里发生的一模一样，全家被杀，父亲被切下头烤了，孩子和母亲被凶手强迫吃下肉，然后杀死在餐桌边。洛伊斯看到案发现场，顿时毛骨悚然。局长觉得这个案子肯定和洛伊斯有关，所以要求洛伊斯来自己的旅馆继续谈。洛伊斯开车开到这个旅馆，顿时又是一阵毛骨悚然，因为这个旅馆就是梦里的那间旅馆。但洛伊斯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毕竟人命关天。他觉得这一次是有人偷看了他的梦境报告。 Painstakingly trying to recreate them. A copycat. He's using my dream. 说完，洛伊斯又开始怀疑自己。他起初怀疑是自己把怪诞从噩梦带到了现实，接着他转念一想，会不会他根本没醒？现在他还是在梦中，只是这是一个梦中梦。毕竟现实怎么会发生这么荒谬的事情？为了确定自己不是做梦，洛伊斯要求局长割自己一刀，看看疼不疼，流不流血。结果是真的疼，真流血。洛伊斯心情复杂的去卫生间洗手，没想到下一秒尼克破门而入，抓着局长哐哐一顿暴打。洛伊斯听见声音，那能惯着他吗？掏出手枪便出了卫生间。可尼克打女人打习惯了，他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女人，觉得女人都软弱无能，没有胆量开枪，所以哪怕被洛伊斯的枪口指着，还在疯狂挑衅。 You know you can't kill me, don't you? 洛伊斯才不惯着他，一声枪响，尼克脑浆四溅。前夫突然带着情人回家，说是不想离婚，女儿还是需要他们的守护和指导。而前夫对于怎么守护年轻女人非常有心得，甚至他们眼前就有一个现成例子。The young, let's all live together. 洛伊斯呆住了。 Marshall, are you insane? We've served each other divorce papers. 现在这是什么个情况？难道他还准备搬回来玩三人行吗？情人连忙表示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他可以住进客房。 I need both of you so badly. 洛伊斯开始怀疑自己依旧在做梦，这根本不是现实世界，一切都是假的。毕竟怎么会有人真的疯狂到把情人带回家里，要准备离婚的老婆跟情人一起伺候自己？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可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这出戏继续荒唐下去。洛伊斯再三重申自己准备马上离婚，现在完全不爱丈夫，让他立即滚出去。大老黑只好带着情人落寞的离开。没想到刚才还柔情似水、百依百顺的情人出了门就开始骂街。 Why did you seduce me if you didn't really want me? 原来情人其实也是一肚子火，因为作为小三的他居然被小四找上门了。情人这才知道，即便已经跟他在一起，但大老黑依旧没有停止出轨。大老黑却狡辩称，现在他觉得就有的道德准则根本不重要，情人不应该用那些庸俗的道德准则约束他，他们难道不能玩点新潮的，比如说什么开放关系？情人冷笑了一声，他早就猜到了大老黑这个德行，所以才会同意陪他去见洛伊斯。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受虐癖好，只是但凡正常人都不会答应大老黑的要求。 所以他想看看洛伊斯怎么羞辱大老黑。现在不光洛伊斯要离婚，情人也要抛弃大老黑。他限时1周让大老黑速速搬出自己的住处，以后两个人就当没有认识过。这对于大老黑来说已经是重大打击，但第二天更大的打击就来了。他
他作为教授在授课时，突然发现警察找上门，原来是一个跟他有染的女学生对他提出性侵指控。Am I under arrest? 这件事之后，即便大老黑很快被保释出来，但已经声名扫地，教授工作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大老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便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但他被抢救得很及时，所以再次醒了过来。坐在他病床前的只有情人，情人觉得他这样自杀非常的自私，这种行为不光是自我伤害，还伤害了身边的人，这对于他的女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他也因为大老黑想要寻死非常崩溃。从痛苦中，他更加意识到这个男人完全不可靠。没想到大老黑出院之后，第一个找上门探望他的人居然是绿了他的前女婿。前女婿声称自己加入了一个男性互助会，他觉得这个互助会也能够帮到大老黑。大老黑犹豫了半晌，曾经他对前女婿满心愤怒他背叛了女儿，勾搭自己老婆，但现在他们某种意义上变成同病相怜了，一样因为通奸而声名狼藉，一样背叛了妻子，毁掉了家庭，还没有事业，说不定那个互助会真的能帮到他吗？大老黑鬼使神差上了车，互助会在一个发霉的地下室，所有男人整整齐齐成排坐着，而在场地中心讲话的居然是那个号称是心理学专家的小霍金。 Welcome to the Mexicali Men's Club. 小霍金一上来就抛出问题，问大老黑怎么看待现在美国的变性文化，孩子们不能再用简单的男女称呼，而是要用一些新创造出的中性词来称呼。大老黑回答得非常谨慎，毕竟是关政治正确，他谨慎中立的答案引来台下其他男人嘘声一片。小霍金倒是没有指责大老黑，只是借此机会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现在美国完了，男人都没有阳刚之气，他们应该回到更加传统的社会状态去，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大老黑一听，这是自己人啊，忍不住诉苦，现在女人太可怕了，简直跟以前的女巫狩猎一样，随便一个女孩对他提出性侵指控，他就被送上火刑架，钉在耻辱柱上，成了被狩猎的女巫。男人都被边缘化了，他们失去了本该有的地位、权力、力量。这话瞬间让其他男人激动的鼓起掌。大老黑往台下一看，这些男士俱乐部的成员里竟然有不少熟面孔，警局里不得重用的男警察，医院里洛伊斯的男性主治医生，最重量级的是就连洛伊斯的心理医生都出现了。看来这是一个犯罪大本营，他们的目标是让社会重新回到传统的男本位状态里。大老黑顺利地加入其中，但洛伊斯那里的情况并不乐观，他精神状态极差，以至于住进了精神病院。每天洛伊斯嘴里只念叨着一句话，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这个世界根本不是真实世界，而是冥界，他所见到的人也都是假人，而非真人。心理医生只能不断向洛伊斯保证一切都是真实的，询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让洛伊斯感觉到这个世界是虚假的主要是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丈夫带着情人回家要3人行，第二件事是他在昏迷中听见主治医生在自己的病房乱搞，甚至迷迷糊糊看到了画面。这个狗屎医生甚至不止带着女人到病房乱搞，他还会对一些昏迷中的年轻美貌病人下手，以至于其中一个病人在植物人状态怀孕。洛伊斯醒来后就跟这个没有医德的医生当面对质，医生拒不承认，还羞辱他。You are such a massive fucking bitch. 医生甚至诅咒洛伊斯亲手创造了眼下的地狱，他必须每天活在自己创造的地狱里。这句话让洛伊斯愈发怀疑一切都只是死后的幻觉，但这不是压倒洛伊斯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让洛伊斯坚信自己已经死亡的是第3件事。他记得自己亲手杀了局长的家暴男友，然后离开酒店冷静了一下，再回去的时候却发现酒店里干干净净，尸体、局长血迹全部都消失了。他质问局长怎么回事，他把尸体藏到哪里去了？局长却说根本没有发生过那种事情，他自己都好几周没见过男朋友了，也没有去过那家旅馆，一切都是洛伊斯的幻觉。洛伊斯这才确信自己的确是活在地狱里，而他的心理医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地狱里能有啥好人？他充其量是个被派来折磨他的恶魔。心理医生还想安慰他，但洛伊斯的下一句话马上让他变了脸色。Quintuple homicide, all under one roof, a whole family. 这个案件的作案手法跟他的梦境出奇相似，而能够接触到他病历的医生具有极大的嫌疑。医生一改之前尽量安慰他，一切都是真实的态度。他跟洛伊斯的主治医生、洛伊斯的丈夫一样，一旦威胁到自身，便马上撕下善良的面具，开始攻击洛伊斯的想法不切合实际，指责他是疯了才会怀疑他们。甚至如果说清楚洛伊斯梦境的人就有嫌疑犯案，那洛伊斯本人才是最可疑的。You just said moments ago that you murdered a man. 洛伊斯也开始动摇了，难道真的是他？心理医生话锋一转，退了一步，告诉洛伊斯根本没有什么谋杀案，一切都是他的幻觉。言下之意，他是真的疯了。洛伊斯顿时泪流满面，丧失了最后一点对于自己的信心。接下来的日子，他都在孤独的精神病院病房里度过，直到局长突然找上门来，他哭泣着请洛伊斯重新出山，因为小镇上又发生了一起大案。洛伊斯却还是觉得自己是个疯子，一切都是幻觉。局长没办法了，只能承认那天洛伊斯的确杀了她的男友。他私下找了黑帮处理尸体，没有告诉洛伊斯是不想因为这件事牵连到他，一切都是真实的。洛伊斯没疯。
洛伊斯仿佛卸下重担，神智豁然开朗。他马上跟着局长去了案发现场。这一次的案子跟他梦中第2起案件如出一辙，10几个人被杀死，弄成了最后的晚餐造型。其中担任基督角色的是洛伊斯的主治医生，而其他受害者大多是镇上的流浪汉，只有一个女受害者是镇上的学生。巧合的是，这个女大学生就是指控洛伊斯丈夫性侵的人。只看了一眼，洛伊斯便猜出了幕后的人是谁。这起案件必定与心理医生洛伊斯的丈夫脱不开关系。第1季到此为止，看这样子还会有第2季，估计就是怎么抓住幕后作案的男士俱乐部了。